哎，大家伙儿早喽！1月10号星期六，嘴冻得都闭不上了。看今天好多人呀，今天又是集体跑的日子。这儿比北京其实气温高多了，但是湿度大，就觉得冷。在准备大阪半马的周期里了，你看我嘴啊，大阪半马就不灵活了。在准备大阪半马的周期里了，我昨天大概算了算，从去年的最后一天到昨天这十天不到10天里，一个338的10公里，一个30个1分钟快慢，一个335的30公里，一个15个1分钟快慢，一个5公里一个5个1公里，我全都是强度干。你看野口先生和我的耳机是同一个。还有一个事儿，我昨天半夜收到了雅培的邮件，说我通过，就是我达标了年龄组的锦标赛，被邀请去那个开普敦，但是我已经中签报名交完钱了，但是我也想参加雅培年龄组的一个竞赛，因为多一块奖牌，还有额外的活动。不知道有没有知道的小伙伴们，今天得给他们取邮件，问这种情况怎么弄。就我收到了一个专门为我的邀请链接，去年跑了2场，就是雅培年龄组的，就是锦标赛之一，一个是富士山，一个是神户，最快的就是神户245多少，但是按说不应该呀，我看40到44的年龄组是要235才对，不知道。今天真的人好多呀，加油加油！今年是2026年的第一次平田先生的早训练。对了，小伙伴们，明天停更一天，明天是厦门马拉松，这边有一个电城河边，就我之前参加过那位德国老先生办的比赛，明天清宫来赞助这场比赛的奖品，会有一个小展台，明天我去拍摄，之前帮忙牵线联系，我觉得帮助国内的品牌能够有更多的机会，特别的好。今天加油！何やねんそれ。刻むな355。都准备了，走。3分56。还行啊，小伙伴们。到最后1公里多，我们从今天加速快，今天走第16公里就开始加速了。还有一位兄弟在我后边，我们一起冲。因为加速早，已经这个速度跑了快5公里了。加油吧！
吧，加油吧！到。哦，上公里3分30，可以。上3公里，342、340、330。还有最后不到1公里。到。到。
到了，哦，到了，但是。来到，可以啊，最后一个3分33，没有上一个快，是因为，哇，你看这兄弟跑的专业啊，是不是？是因为倒数第1公里，倒数第2公里有一个大下坡，因为今天加速的早，以往都是最后不到2公里加速，所以都是最后一个快。这次是倒数第2个快。Let's go， 外道 ，Nice run， 马基萨。啊，再次，お疲れ様です。ありがとう。再次。啊，看后边这位，看后边这位。哎，小伙伴们，看看成绩，来，20.01，1小时17分05，可以啊！平均配速3分51，运动表现出色，训练负荷中等，最快1公里3分29，平均3分51，最大心率175，平均162，累计爬升77米，步频209。来自巴基斯坦，来自。お疲れ様です。步幅1.24米，平均垂直步幅比4.8，垂直振幅6厘米，触地时间160毫秒，1058千卡。你说现在就这么玩命跑一场，也不叫玩命吧，就认真跑一个20公里，1000千卡，1000千卡什么概念呢？基本上，你看这边午餐定时或者拉面定时，拉面配米饭，亦或是。那比方说你去星巴克，星巴克点2个吃的，1杯拿铁，差不多就1000。对，星巴克的那个菜单都标卡路里，一般都得300-400千卡。你看2个蛋糕，1杯拿铁，哦，哈哈哈！一会儿回家吃饭，看看单圈数据啊。从第1公里3分56开始，后边2公里有点慢，天太冷了，都热不开。第2公里、第3公里在4分以外，4分01、4分02之后都在4分以内，3分55、3分55，看看啊，然后我看，它要是能在手表上，就是可以像网页上似的选几公里为一组就好了，就可以啪这儿一摁就变成5公里一组。我们从后边看啊，第14公里349，第15公里353， 16公里350， 17公里342啊，我刚才还说错了，最后5公里的第1公里3分50。第2个是第17公里是3分42，第18公里3分40，第19公里3分30，第20公里3分33，可以。哦，一会儿回家，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这种训练长距离，这不算长距离，对我来说，对我来说算中距离，对有小伙伴算长距离。昨天有一位小伙伴问我说：“哎，一直在跑，然后呢，每周跑一个强度。”然后也跑长距离，也跑长距离跑挺多的，但是他说他到马拉松到30多公里顶不住，掉速、抽筋儿、跑崩。他问我是不是因为他的长距离一直是长距离慢跑的原因？哎，我说他分析的非常对，就是虽然我今天没有跑长距离，但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如果今天这堂课对我的水平，只跑3分55的匀速跑完，除了累和损伤以外。基本上没有什么用，无论是身体的还是心理的。对，今天这首课对我来说，为什么最后5公里加速？夏天的时候一般都是最后1-2公里才加速，就是你最后，像很多人说，哎，马拉松最后的精华，马拉松的精华就是最后那10公里，是一个道理。训练也一样，就是最后这几公里你顶一顶，比方像我顶到几乎我的半马配速。就很棒。如果你跑长距离，比方你跑30公里，亦或者35公里，你有最后那么几公里，或者中间那么几公里，但是最后是比较好的，你顶到你的马拉松配速。大家可以在我频道里搜长距离，就我之前跑那些渐加速的长距离，那就是准备全马比赛的时候跑，30的也跑过，35的也跑过，40的也跑过。我一般是倒数第2个5公里，跑一个马配的5公里，甚至比马配还快一点，差不多3分40。然后快的时候能冲进3分40，甚至天气好的时候能冲到3分30。
就是这么一个5公里，然后最后5公里冷身，也就是说，比方说我跑35公里，那就是前25公里慢慢的从很慢，对我来说从5分多，5分多对我来说就很慢了，从5分多一直慢慢加到4分20以内，之后呢，猛的一个跨越的速度，就是那5公里一下干到。一下就加上去，就不是匀加，就那一个5公里一下加到，比方说就加到刚才我说的我的马配以上，然后跑5公里，这样就完成了一个30公里，然后再有5公里随意的冷身。我最多的一次是40公里，就是30到35那5公里加。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感受，就是25到30那5公里加和30到35那5公里加完全不一样。就像我们总说半马和全马是2个完全不一样的运动是一样的。所以，但是不是说要大家一定就每次都这样？我只是说，在中距离或者长距离的时候加入一些变化，就会不一样，就会有效果。就是我今天跑最后5公里到最后2-3公里还在冲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这就是我的半马比赛，这就是我半马或者全马最后的几公里。它确实当时体感是这个感觉，因为还有一个小的不成熟的观点和经验或者感受是。你知道终点在哪儿，或者知道快到的时候的3分30，和你在中间不知道快到的时候，或者还早着的时候的3分30不一样。我分享不完全是因为到后边累了，不完全是你知道到这儿就是头了，最后的1公里你跑的就会比较的，就比方对我来说，我的呼吸就会比较的快，然后我就不再去有那种说后边还有东西等着我的感觉，但是。你也要慢慢的用更多的这种训练去磨这个心态，就是我们不太可能说总去训练50公里、60公里去应对这42公里，让42公里真正意义上的不短，而是，我们慢慢通过这种训练，让自己对最后的2公里、1公里不再陌生。不管你最后的2公里是20公里的最后2公里，还是30的，还是35的，甚至是15的。就这么回事儿，行吧，收拾换衣服回家。小伙伴们，1月10号星期六周末了，7点47了。今天是2020年第一次的皮田先生的周6早训练，20公里跑得特别的带劲。明天不更新，明天去拍这个 Eco 马拉松。上次我参加过一次，当过 pacer 的那个。明天不参赛，明天去拍摄去玩一玩。3月份差不多就是无锡和武汉那个周末，他们在这儿还有比赛，但是我去不了了。大河源先生说他去，那小比赛斗得还是挺不错的。那主办人德国那个老先生特别有意思，是不是？好吧，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些中距离啊、长距离这些东西。反正就是我们训练的核心的逻辑是，既不把自己弄得太损伤太大，又要让自己累，又要让自己变强，又要有强度，就这么回事儿。那这么着，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咱们下回再见。